每一次要是化疗花10000块钱的话，我们自己只需要交1000块钱就可以了。我以前我只知道五保，但是我不知道这五保就是保障的是什么哪5个方面，但是现在我知道了，听起来真的很好。国家当然也会给你拿钱让你去上学，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政策，都不用担心。然后我死了，如果我死了可能会在家里面，然后没有人管我，就很臭。是，对，这个完全不用担心。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中国最好最好的政策。天哪，他做不可描述的事情，我觉得我不要让大家看到他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瓜 Chinese。今天是魏轩和范范，大家好。对，今天是魏轩和范范一起来聊一聊。范范，我们今天聊什么？我们今天聊一聊中国的比较好的一些政策。魏轩，你知道中国有什么比较好的政策吗？我觉得和我的生活关系比较大的第一个是最新的一个政策是，如果你生了一个孩子，从2025年1月1号以后，3岁以下的孩子，所以就是1岁、2岁、3岁，这3年每年可以领3600元人民币的育儿补贴。育儿补贴的意思就是你有一个宝宝，然后国家每年给你3600块钱。对，虽然不太多，这一个孩子可能1年要花很多钱，但是我觉得国家可以给我们也是比较好的，比不给强。对，至少这是第一步，就是国家愿意给我们钱，以前都没有，至少现在有了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对，魏轩，你觉得为什么国家会给这个政策呢？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想生孩子，所以国家可能想，我给你们一些钱，可能可以帮助你们一点点，也许会有更多的人想生孩子。还有一个原因，第二个原因，我觉得可能是国家想帮我们分担一些养孩子的压力，因为现在我觉得养孩子好贵，很贵。可是魏轩，你的孩子还小，还没有上学呢，应该还好吧？对，我觉得这个要看，就是不一样的家庭，可能你给他买少一点的玩具，买少一点的书也可以，或者你想给他花很多钱，你想让他参加很多的兴趣班，学很多的技能，那可能要花很多的钱。所以这个要看不一样的家庭可能会花不一样的钱。那范范，你觉得还有什么政策比较好？我觉得跟我有关的政策就是在中国有一个低保的政策。这个低保就是可能针对于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农村才有，就是家庭条件不太好，然后你的家人得了很严重的病，可能需要花很多的钱，那国家会给你一个这样的政策，你可以去申请成为一个低保户。那这样的话，可能每个月国家会给你一些钱，具体多少钱我不太清楚了，我不太记得，可能是几百块钱。虽然钱不太多，但是如果你生病的话，这个是非常好的。比如说之前我爸爸他得了癌症嘛，要花很多很多钱。一开始我们去手术的时候，我们申请了这个低保，但是那个时候呢，可能你申请需要等一段时间，国家的政府呀需要去审核你是不是符合这个要求，符合这个条件。所以我们手术的时候呢，这个低保还没有下来，
那个时候我们就自己花了很多很多钱。后来我爸爸就是化疗的时候，他低保就下来了。我觉得如果每一次要是化疗花10000块钱的话，我们自己只需要交1000块钱就可以了。后来，在我的老家，就是最后那几天，我爸爸去世之前的那几天，输了很多血，还有打了很多药啊之类的。我记得最后那一次我去结算的时候，账单上写着好像花了19800块钱，但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低保，所以最后我只花了198块钱维轩。哇哦，那听起来，低保的医保要比一般的中国人的医保更好，就是它可以给你报销更多的钱。对，我也不知道它具体的比例是多少，但是可能是有一个线，比如说你超过这个线的话，可能也不会再让你多花钱了，国家会给你兜底。哇，所以你不用那听起来很担心，好。对，不用担心你看不起病。对对对，那什么样的人可以是低保呢？可能是你没有房子，就是没有楼房，没有车，你的家人的存款也比较少的这样的情况，才可以申请低保。但是我们家情况也比较特殊，因为我爸爸和我妈妈都是农民，他们种地，没有很多钱，他们还要供我妹妹读书，对，我妹妹当时读高中，所以家里的压力比较大。农村的领导觉得你们家条件不好，所以领导也说他们家确实很困难，这个病也需要花很多很多的钱，所以呢他就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政策。那我爸爸是低保的话，因为我爸爸、我妈妈、我妹妹他们在一个户口本上，所以他们3个人就都是低保。哦，我明白了，现在我明白了。我觉得最近几年，就是中国对医疗保险非常的重视。我爸爸看病的时候也是，其实在他没有生病以前，我们会觉得大部分的人好像觉得，如果一个人得了癌症，或者是得了很重的病，可能会花很多很多的钱，然后可能把家里所有的钱都花光了。可是他看病的时候，就是国家会帮他付很大一部分的钱。是的，所以实际上可能我们不用花很多的钱，但是我们又可以看病。而且现在中国的一些医院的政策是，医生给你用的药都是这种国家可以报销的药，很少医生会给你用那种需要你自己花钱的药，所以呢给病人减轻非常多的经济的压力。对对对，我爸爸到就是生病的后期，就是他会疼，因为他的那个癌症就是在那个骨头上面也有肿瘤，然后他就是很疼。然后呢，医生说，你们不要去自己花钱去买那个止疼药，你可以申请，就是李嘉诚他有一个基金，然后呢，就是帮助这些癌症晚期的人，就是我们说临终关怀。临终就是这个人可能快要去世了，然后要关心他，照顾他，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基金会。然后呢，他说你们可以去申请，然后他们每个星期会给你们药，但是是免费的，不用花钱的。但是就是在我老家有，可是在山东这边，就是我生活的这个城市就没有。所以那个时候我老公有一个同事，他也得了癌症，然后他就说他每个星期他买这个止疼药，他大概就要花1000人民币。所以我觉得我的老家有这个政策也很好。是的，是的，对。范范，我知道除了低保还有五保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这个五保好像也是农村人才可以申请，还是
城市的人也可以申请，我不太确定。但是我知道五保它有保吃、保穿、保住、保医、保葬或者保交。保吃很简单，就是国家会给你提供吃的东西，政府它会给你所有吃的东西。保穿呢，就是给你所有你的衣服呀，国家都会给你，都是免费的。住的话，就是如果你没有房子，那国家会给你提供一个住的地方。那如果你生病的话，政府会给你拿所有的钱帮你看病。那你在医院，如果你不能自理，就是你自己不能去厕所这样的情况，你自己不能起床，政府还会给你找一个护工帮助你。然后呢，吃饭的时候政府会安排人给你送饭。那如果这个人他病得很重，他去世了，你想怎么办？可能没有人管我。不是的，政府也会管你，所以你不用担心你去世以后你会一直在这儿。政府的人他们会帮你找一个地方。那如果这个有五保的人他是一个小孩子，国家当然也会给你拿钱让你去上学，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政策。哇，对，听起来真的很好。我以前我只知道五保，但是我不知道这五保就是保障的是什么哪5个方面，但是现在我知道了，听起来真的很好。对，但是魏轩，什么人可以申请五保？是因为他没有家人，就没有父母，没有孩子，没有丈夫，没有妻子，他就是一个人，这样的人才可以申请五保。而且可能他没有工作能力，就是可能身体不好，有病这样的人。如果你是一个人，你没有结婚，你的父母也不在了，你也没有孩子，在中国你不用担心我没有钱吃饭，我没有地方住，没有人管我，没有人管我，我生病了，我治不了病，对，都不用担心。然后我死了，如果我死了，可能会在家里面，然后没有人管我，就很臭。是，对，这个完全不用担心。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中国最好最好的政策。对，这个听起来真的很好，可以照顾到很多没有工作能力的人，或者没有家人的人。听起来很不错。对，所以魏轩，你应该很多年没有在中国的大街上见过要饭的人、乞丐，或者是流浪汉，对不对？对，很长时间我都没有看到了。就是因为中国的政策帮助了他们，所以他们不需要去做那样的事情。所以魏轩，如果现在我在大街上看到一个乞丐，也就是要饭的人，我会觉得这个是他的工作，他不是真的没有钱。对，可能他6点下班，然后下班以后他比我们还有钱。对，他可能住在非常大的别墅里，然后开着非常好的车。那他是一个骗子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他们也是有工作的，而且好像这个工作会有很多人，是不是？对，可能他们是一个团伙，就是他们是一个团队。然后这个人负责在东边要饭，那个人负责在西边要饭。但是他们其实不是真的要饭，他们是要钱。范范，我想到还有一个很好的政策，也是最近有的，就是国家说，如果你们家有一个孩子，然后他要上3年的幼儿园，然后在幼儿园的最后1年，他的学费是免费，就不要钱了。但是他去的是公立的幼儿园，对不对？对，一定是公立的，私立的不可以。私立的还是要钱。是的，但是公立的不要钱了。那也很好。我觉得这个也是，对，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政策。可能1年可以少，我不知道，可能3000、1000，我不知道现在公立幼儿园多少钱，可能不是很多钱，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。至少他们在告诉我们，国家有钱。
然后国对家在帮你们。对对对，可能以后国家越来越有钱，可以帮我们更多，但是现在是一个好的开始。对对对对，然后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，就是以前可能我们对这个世界不是很了解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外国很好，如果你在国外你生病了，你不需要花钱，都是免费的。可是我那天和一个美国的学生聊天，他说：“老师，不是的，不是所有的项目都是免费的。这个要看你的那个医疗保险里面包括什么东西，如果啊，不包括的话，会很贵。那看来我比如，觉得，比如你说，我想到了一个笑话，就嗯是有一个美国人，然后呢，他不小心出了车祸，然后他的朋友说：“哎呀，天呐，你的头在流血，我们叫一个救护车，然后送你去医院吧。”然后这个流血的人说：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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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帮我叫救护车，因为我的医疗保险里面没有没有，救护车这个，我没有买这个保险。如果你帮我叫救护车的话，会很贵，我自己可以去，不需要帮我叫救护车。天呐，太好笑了。范范，你知道在中国如果叫救护车需要花钱吗？也需要花钱。中国的救护车可能也是比较贵的。我记得之前我在大学工作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学生，她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女孩子。斯里兰卡的女孩子就是比较害羞，然后她其实身体不舒服，差不多2、3天了，可是她也没有告诉老师。有一天，她晕倒了，然后她的室友给我打电话说：“哦，老师她晕倒了。”我就马上给她叫了救护车，我陪她上了救护车，然后陪她去了医院。医生告诉我这些都是要花钱的，就是这个救护车也需要花钱，但这个钱不是我拿的，所以我不知道花多少钱。我爸爸生病的时候，我也叫过救护车，就是我爸爸去世那一天，他想回家，就是当时我问他，不是我问他的，是我表妹问他的，因为我很难说出口这句话。我表妹说，就是舅舅，如果你有那一天，你想在家还是想在医院走？他说他想回家。那我想他想回家的话，一定要在他清醒的时候带他回家，所以我马上就叫了救护车。差不多半个小时我们就到家了，但是那个救护车上有氧气，你可以吸氧，这样的救护车会贵一点，差不多700块钱人民币。可能每个地方的价格不一样。我妈妈说，我姥姥有一个朋友是一个老太太，然后她走路，哎，摔倒了。她在家里面走路摔倒了，然后她叫了救护车，差不多花了500块钱，500人民币。对，然后我觉得，还好，不是非常的贵，是可以接受的价钱。对，它500块钱的应该是车上没有氧气的，就是如果在救护车上你要吸氧，那这个价格会高一点。哦，我听说有的救护车上面会有很好的设备，就是救命的啊，然后就是做心肺复苏啊，或者有别的，比如说打针啊，或者是别的东西，可能会贵一点，是不是？是，对，我听说也是这样。我们有学生在救护车上工作，下次上课的时候我问问他。可以。对哦，对，我突然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就是我们说惠民政策，惠呢就是优惠，它意思就是帮助我们这些生活，惠民政策怎么解释？就是给我们这一些些好处普通人，对，对一些优惠，一些好处，比如60岁以上的老人坐公交，坐地铁不花钱，然后但是在北京和上海，
你知道老人他就是喜欢起很早，然嗯后呢，很早的时候超市会有活动，他嗯们可能会坐很长时间的公交车，可能1个小时，然后嗯去一个很远的超市，因为他们知道那个超市有活动，他们去买鸡嗯蛋或者买别的东西。可是那个时间正好是年轻人上班的高峰期，就是有很多的啊，年轻人。嗯对，可是老人没关系啊，我坐公嗯交，我坐地铁，我不花钱。嗯然后年轻人就觉得哎很头疼，因为他们嗯和老人一起坐公交、坐地铁，他们要给老人让座，当然嗯可以不让座，但是大部分嗯，人觉得这样不太好，因为对对，大家都有老人，你是的，看到一个老人站在你的旁边，你不让座就很奇怪，所以他们说嗯哦，那你坐在我这儿吧。可是年轻人上班很累呀、对，本来睡得就很晚，早晨又醒很早，怎么办？北京有一个政策，就是嗯比如8点到9点，就是嗯年轻人上班最多的这个时候。嗯如果一个老人你去坐公交、坐地铁，这个时候你的卡是不免费的，你要花钱。很有意老思。年人想，对啊，如果我要坐很长时间的地铁，我去买鸡蛋，可是我还要花钱哦，那算了，那我不要在这个时间坐地铁、坐公交了。哇，我觉得政府太聪明了。可能是因为现在的政府里面有很多的年轻人，年轻人理解年轻人。是的，是的。魏轩，你看我的猫好像它也想跟我们一起录播客，你的猫在哪儿在沙发上。啊？我看不到它。对，因为它一直在，天呐，它做不可描述的事情，我觉得我不要让大家看到它。太可爱了。对，我还听说了一个有意思的政策，但是我前段时间看到了新闻，我不确定这个政策现在有没有实行。就是我看到一个是什么？新闻，关于结婚的政策，因为现在有太多的年轻人不想结婚，对不对？对呀、所以政府非常非常的想让年轻人，你们快点结婚吧，结婚吧。所以如果结婚你是生孩子，对，如果你是第一次结婚，就在中国有一个词叫头婚，就是第一次结婚。那如果你结婚你又离婚了，对对对，你结婚你又离婚了，你第二次结婚那个叫二婚，不叫头婚。对，所以这个政策是，如果你是第一次结婚，你是头婚的话，你可以领2万块钱人民币回家，就是新郎和新娘每个人都可以领2万块钱人民币。也就是说，你们2个人如果都是第一次结婚的话，你们可以领4万块钱人民币。但是你们要保证1年之内不可以离婚。如果你们领了这个钱回家了1个月或者2个月，你们觉得哦不行，我不想跟他一起生活了，我要离婚，那你们要把这2万块钱退回去，你们要退给政府。所以你们的关系要在1年以上才可以。这个是我最近听说的一个政策，而且我看到有的地方说他已经领到了这个钱，但是我不确定这个政策什么时候可以普及，就是在很多省你都可以领到钱。哇，那范范，你会为了这2万块钱结婚吗？当然不会，2万块钱对我来说好像不是很重要。现在范范是有钱的人，可以挣很多钱，对对但是也是听起来是很好的政策。如果正好这个人想结婚，然后那他可以领这2万块钱，很好。这个一定是非常开心的，对不对？本来结婚的时候就很开心，国家还给你钱，4万块钱，我觉得如果2个人在中国旅游的话，可以玩很多很多天。那范范，如果你
结婚，如果你嗯，结婚，然后你有这2万块钱，你要做什么？我觉得我应该是去旅游吧，就是度蜜月。结婚之后如果2个人一起去玩，就是去度蜜月嘛。所以可能我会用这2万块钱去度蜜月，但是有可能不够魏璇，我还要你要去自己再住很好的添一点。酒店，对，要住很好的酒店，吃很好的东西，所以钱不够。对对对，然后最后我自己还要再添一点钱，不过也很好了，这个是国家给我们的，所以我们也很开心，也很感激。对对对对啊！小的时候，爸爸妈妈经常说：“哼，你以为我挣钱很容易吗？你以为我的钱是风一吹，呼，然后这个钱就来了吗？”对对对，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说，哎，这个钱是风吹来的，是国家给的，对对对，听起来很好。太好了。是的，是的。对，这个视频你听懂了吗？如果你觉得这样的视频对你学习中文有用，你可以看更多我们的视频，你也可以用我们的免费的学习材料去学习怎么用视频学中文，怎么更高效的学中文。你可以在这个视频的说明里找到免费的学习材料，在小瓜 Chinese，我们帮你说一口流利的中文。